世界冠军发布会推搡中国选手刘策，还当众秀起肌肉，嘲讽中国选手根本不够打。之后更是当众撕毁中国选手刘策的照片，表示根本就没把刘策放在眼里。刘策，我听说过他，之前在 K1 有些名气，但在我的面前就是一个软蛋。我以前在中国打过比赛，那边的选手都是一帮菜鸟，对于我来讲，击败中国人就像喝水一样简单。很多人都叫我中国选手的克星，我觉得这个称号很适合我。明天我会让刘策死个痛快。这个嚣张无比的拳手正是来自伊朗的超级拳王卡利米安，生涯20余年，一手转身边拳练得炉火纯青，只用这一招就 KO 了多位世界冠军，拿到多条冠军金腰带，杀红眼了，连裁判他也不放过。另外一边的中国巨人刘策，人送外号腿王，作为中国大级别唯一一位在 K1 拿过冠军的选手，他绝对是无可争议的第一猛男，靠着自己无敌的腿法打遍世界拳坛，在去年更是创下一晚踢飞3名老外的恐怖战绩，直接拿下日本 K1 赛事的总冠军，一战成名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左边的是来自伊朗的卡利米安，右边的是刘策。开局刘策直接无视了对手的击拳啊，这种行为呢是非常正确的。要知道在赛前对手那种挑衅的行径啊，完全就不尊重人。那么在赛场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尊重你，尊重从来都是相互的。好，第一回合正式开战。这是一场90千克级别的搏击大战。开局高扫地。能看到这种体型吨位的选手啊，打起来就像2架坦克在互轰。对手出腿，刘策击腹，前手拳换腿。刘策这场比赛打法非常迅猛，中扫再踢，对手低扫，前手换拳。两人这场比赛换招非常频繁啊。我们能够看到对手嚣张的卡利米安在来到赛场之后啊，他的打法风格明显变成了一种防守的风格。在面对上刘策的时候，他心里其实还有所忌惮的，嘴上不管他怎么嚣张怎么嘲讽啊，擂台上真的面对上刘策就完全换了个人一样。漂亮，在换拳过程中刘策勾拳再次命中，前手后手将对手直接击倒，迅猛的出拳。对手完全没反应过来，裁判在进行读秒。卡利米安的状态看起来还可以，比赛继续。但第一回合已经打出击倒了，刘策的气势正盛，又是前手后手的补拳，对手被打懵了，完全没法还击，只能进行搂抱来阻挡刘策的进攻。第一回合还剩1分半，刘策追过去，中扫踢，轻松命中，还想转身边拳，低扫再打。对手已经被刘策堵到了边角，这是一波非常好的进攻机会。左右手的摆拳不断命中。卡利米安现在非常慌乱，他想要挣脱，拉到另外一个位置，但没什么力气，跳膝又一次将对手击倒。1分钟，刘策的攻势非常的猛，右手重拳。这势大力沉的重拳将对手再次打得跌倒在地。继续追，不要给对手喘息的机会，能打出 KO 最好。前手后手，这场比赛已经完全变成了重拳对轰的局面。30秒，重拳击腹，卡利米安被打得完全没力气防守了。转身边拳，在绝境的时刻他使出了自己的绝招，但效果非常差。右手的大炮拳再次轰入，打到你脑门上，又一次击倒了。卡利米安在第一回合真的是被当狗打，这就像一只落水狗，随便任人欺负。铃声敲响，第一回合敲响的铃声救了卡利米安一命。如果比赛继续的话，很有可能在本回合就将结束战斗了。那这样简单修正一下，马上开始第2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第2回合正式开战。这场比赛的话，一共分为3个回合，每回合3分钟。
开局刘策又是继续猛攻，在上一回合末尾已经拿到很大优势了，对手被遭到重伤之后，他的状态肯定也是有所下滑。在第二回合打得很猛，但这也只是强弩之末。漂亮，后手重拳将对手打了个踉跄。刚讲完啊，对手就被打读秒了。这就是刘策的拳法，精准命中。卡利米安看起来非常慌乱，刚开局想整点花活啊，打得非常快，但没想到露出了漏洞，被刘策找到机会打出第一次读秒。上勾拳，对手转身变拳，这一拳是将对手打得跌倒。这一波的对攻真的是非常惊险，在转身变拳的一瞬间，刘策有预感的往下趴了一下身子，这种反应力啊，真的是顶级的选手才会拥有的。比赛继续，换拳，漂亮，后手迎击再次命中面门，转身变拳又打空了。我们能够看到卡利米安的脚步啊已经不稳了，这个转身变拳打完之后，自己差点被他的拳甩飞。在经过2秒的停之后，刘策顺势补上一拳，再一次打出了读秒。这已经是本回合第2次读秒了。卡利米安整个人的状态已经进入了一个萎靡状态。咱们不谈体力问题，就单说心态，还有身体受伤的程度，现在卡利米安都已经很难承受现在的强度了。比赛的强度是他所不能承受的。台下正在与卡利米安的教练团队在沟通，还要不要继续比赛。刘策也在等待，卡利米安在旁边有些尴尬的呼吸。在赛前他叫的是最欢的啊，一个是在发布会的时候率先动手推搡，一个呢是在对话环节拿出刘策的照片当众撕掉，这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啊是非常忌讳这种事情的。能看到这一波的回放，停滞了2秒，转身变拳之后，感觉自己把自己的脑子都给甩没了，不知道该怎么打了。刘策顺势一拳，轻松放倒。现在还在查看现场的意见，裁判也是在和现场的裁判组进行了一个商讨，不知道这卡利米安还能不能打下去啊？感觉再打下去，脑子好像真要打坏了。现在已经看着不太正常了。刚才这波转身变拳打空之后，刘策跟上一拳。漂亮，精准命中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经过短暂的休整，第2回合终于是继续开始了。来看一下2位选手的状态，刘策继续猛攻，对手卡利米安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休整啊，看起来好像恢复了一些活力，但现在还没有挨揍，挨揍之后那就不好说了。中扫踢到，最后的1分10秒，刘策踢扫。这场比赛两人的抗下能力以及全力都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前手试探高扫踢，同时配合左手的摆拳击腹，低扫踢，能够听到现场这换腿的过程中响亮的撞击声，能够感受到2位选手的力度到底有多么的大。对手转身变拳打到刘策了，这回是命中了，但效果不是很好，刘策还是硬扛了下来。击腹换腿，低扫再打，对手还低扫，最后的20秒，击腹，前手转身变拳打空，配合一些高扫踢，这种打法还是挺有新意的。但第2回合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目前来看的话，2回合刘策的优势是非常巨大的。下一回合如果卡利米安不能打出 KO， 那么比赛肯定会以一个2比1或者说3比0的局面导向刘策。但目前的状态来看的话，想要让刘策被 KO 那是难如登天啊。那这样马上开始第3回合，终于来到第3回合，本场比赛的最终之战，谁能够赢下最终的胜利，谁就可以获得这项赛事 K1 World Max 90千克总冠军。这是一项非常大的名号啊，非常大的一个冠军殊荣。如果说刘策能够继续获胜的话，那他将是 K1 历史上首个2连冠的中国选手。
低扫。卡利米安现在的状态就是强撑，前2回合已经被打成那个样子了，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状态的。前手，刘策双拳架得很高，低扫再踢。现在刘策也在保存体力，要寻找一个好的机会。最后一回合还是要稳一点。这个选择没问题，毕竟自己前2回合是大优势。现在着急的是卡利米安。正蹬，对手侧踢，换腿，转身边拳，躲得非常快。刘策的这个反应啊，超乎寻常，无法理解的快。这就是高手过招。换拳，刘策低扫，扫完立马拉开，打得格外小心。侧踢再踢一下，最后的1分钟，刘策要不要尝试打个 KO 呢？漂亮，前手后手，连续猛击将对手直接打倒。比赛结束了，我的天哪！就在这一瞬之间，比赛的胜利定格在了这里。卡利米安倒在地上，一脸的懵，他没有想到在这1秒钟，他的比赛，他的冠军梦就破碎了。刘策大声喊出自己心中的不满，在日本客场打比赛，一个是日本人本身就不欢迎中国人，另外一个是这些外国选手的嘲讽与不屑。在赛前各种各样的嘲讽，不但针对中国选手，也是针对刘策还有中国拳坛。但种种压力积累下来，刘策还是做到了，在第3回合最后1分钟将对手 KO 送走。那这场比赛，新的王者诞生了，让我们恭喜刘策拿下90千克冠军金腰带。いや、2メーターが崩れ落ちました。すごいですね。見れましたし。そうですね。実はね、K1 の試合全部1個で4戦目で全試合 KO ですね。その通りです。5戦目か。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。そしてベルトがリューターの元へ。王冠とベルト、どっちも取りました。その体格で腹筋バキバキですからね。すごいからね。これがもしかしたら新しい K1 の象徴にな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。中国の進撃、誰が止められるのか。凄まじい強さです。そして今実況席のマサトさんに、チームの皆さんが笑顔でマサトって怒られちゃいました。マサトでまた言ってますよ。リューターがマサトって言ってます。リューターはマサトさんに憧れてもキックやってるって言ってるんで、いやちょっとここまでの戦いぶりを改めて振り返ると、リューター全部ノックアウトで他に